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我要讲一个关于大陆女孩到台湾旅游后，对台湾捷运系统印象颠覆的故事。这件事啊，说来有趣，也挺发人深省的。我有一对客户，男方是在台北工作的台湾小伙子阿杰，女方是来自北京的姑娘小文。两人是通过我的红娘服务认识的，在网上聊了半年多，感情发展的不错。去年10月，小文决定飞去台湾见阿杰，实地考察一下这段感情是否有发展的可能。小文在北京生活，家境不错，父母都是央企高管，从小就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长大，见多识广。他对台湾的印象，说实话，并不太好。在他眼里，台湾岛小，资源少，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大陆一线城市。丽姐，我跟你说，我真的无法想象在台湾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出发前，小文还跟我视频聊天，北京的地铁网络那么发达，台北的小破地铁能有什么了不起的？听说台湾捷运排名世界第一，我看纯属吹牛。我当时就笑了，小文啊，你别先入为主，亲眼看看再下结论嘛。小文撇撇嘴，一脸不以为然。丽姐，我坐过纽约地铁、伦敦地铁，也坐过东京地铁，这些国际大都市的地铁都各有各的问题，就台北那小地方能好到哪里去？阿杰还吹说台湾捷运是世界第一，我看他就是井底之蛙。我知道小文心里还是对台湾有些看清，但我也没多说什么，毕竟亲身体验才是最好的教育。结果啊，小文去了台湾的第3天，我就收到了他泪流满面的视频通话。丽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小文哭得妆都花了，我刚给我妈打了电话，跟她说我决定要嫁到台湾了。天哪，我一听就震惊了，这才第3天啊，发生什么事了？阿杰对你很好吗？阿杰当然好，但不仅仅是因为他。小文擦了擦眼泪，是台湾捷运，我从来没有坐过这么人性化的地铁。丽姐，你知道吗？这3天我坐捷运的体验，彻底颠覆了我对台湾的印象。听到这里，我就来了兴趣，说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小文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他的台湾捷运体验。首先是干净整洁。丽姐，你是不知道，台北捷运干净的简直不像话，地面擦得锃亮，连一点垃圾都看不到，墙壁也是一尘不染。你可以想象吗？我第1天穿着白色裙子坐在地铁站的椅子上，起来后看看裙子，竟然一点灰尘都没有。我笑着说，这确实很厉害。北京地铁虽然也在不断改进，但人流量太大，清洁难度肯定不一样。不仅如此，小文继续说，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吗？台北捷运禁止饮食，大家竟然真的都遵守，没有人偷偷吃东西，没有人乱丢垃圾，甚至没有人大声喧哗，整个车厢安静有序，简直像是另一个世界。这一点确实让人佩服。在大陆地铁里，虽然也有禁止饮食的规定，但总有人顾不上这些，匆匆忙忙的吃个早餐或者喝杯奶茶。还有厕所，丽姐，捷运站的厕所简直可以用豪华来形容，干净明亮，还有免费的卫生纸。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厕所都没有异味，简直不可思议。我在北京找个干净的公共厕所多不容易啊！我点点头表示理解。公共卫生间的清洁度确实是衡量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丽姐，你知道吗？台北捷运的报站提示有4种语言，中文、台语、客家话和英语，而且每个站都有专门的站牌，清楚地标明了这一站有什么知名景点、商场或者学校，方便游客找路。接着，小文又提到了台北捷运的准点率。北京地铁偶尔会晚点，特别是下雨天或者客流高峰期，但台北捷运，天啊，简直是分秒不差。我查了一下资料，台北捷运的准点率高达 99.9%。阿杰告诉我，如果晚点超过5分钟，捷运公司会向所有乘客道歉，如果超过15分钟，还会退还车票钱。这在大陆简直不敢想象。我感叹道，这确实是非常高的服务标准。还有无障碍设施。小文继续说，每个捷运站都有电梯和无障碍通道，方便老人、孕妇和行动不便的人。站内的盲道设计也很完善，而且每个站台都有屏蔽门，安全系数非常高。最让我感动的是捷运站的工作人员，小文眼眶又红了。有一次我不小心走错了出口，
一位工作人员主动过来用普通话问我需不需要帮助。他不仅帮我指路，还送我到正确的出口，一路上给我介绍台北的景点和美食，那种亲切感真的让我觉得不是在异地他乡。听到这里，我突然想起许多年轻人常说的细节决定成败，台湾捷运系统在这方面确实做得非常到位。丽姐，这还不是全部。小文越说越激动，你知道台北捷运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吗？在扶梯上，大家都自觉地站在右侧，把左侧留给赶时间的人快步通过。所有人都遵守这个规则，没有人抱怨，没有人插队，秩序井然的让我惊讶。这确实是文明乘车的一个很好的体现。在北京，虽然也有类似的倡导，但执行起来远没有台北那么彻底。小文接着说，还有台北捷运的博爱座，也就是我们说的爱心专座，专门留给老人、孕妇、带小孩的人和行动不便的乘客。最神奇的是，即使车厢很挤，年轻人也绝对不会占用这些座位，宁可站着也不会坐。我第一天不知道，随便坐了一个博爱座，结果周围的台湾乘客都用奇怪的眼光看我。阿杰赶紧告诉我，这是给有需要的人坐的，我才尴尬地站起来。我点头表示理解，这是公民素质和公共意识的体现，确实值得我们学习。丽姐，我给你看个东西。小文举起手机给我看他拍的悠游卡，你看这张卡多方便，不仅可以坐捷运、公交，还能在便利店、超市消费，甚至可以在一些小商店和夜市付款。我这几天完全不用带现金，一张卡走遍台北。我笑了笑，这个倒是跟我们的移动支付有点像，不过整合的更好。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小文语气变得严肃，台北捷运的安全感特别强，即使是晚上11、2点，我一个女孩子坐捷运也完全不担心安全问题。车厢里有监控，站台上有警察巡逻，关键是其他乘客也都很有礼貌，不会让人感到不舒服。阿杰告诉我，台北捷运几乎从未发生过严重的安全事故或者暴力事件，这在全球大城市的地铁系统中是很罕见的。丽姐，你能想象吗？一个干净、准点、有序、安全的公共交通系统，这简直是生活品质的保障啊！此时的小文眼中闪烁着光芒。丽姐，我现在明白为什么阿杰说台湾捷运排名世界第一了。它可能在规模上不如北京地铁庞大，线路可能没有上海地铁那么多，但在服务质量和人性化设计上，确实做到了极致。我好奇地问，所以你真的因为捷运就决定要嫁到台湾了？小文不好意思地笑了，当然不只是因为捷运啦，但捷运系统确实让我看到了台湾社会的另一面。以前我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一线城市发达，现在才明白，发展不只是看高楼大厦和 GDP 数字，还要看市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的细节管理。阿杰带我参观了他住的社区，那里的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小区环境优美，邻里关系融洽。我突然就想，如果能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和养育孩子，该有多好啊！所以我就冲动地给我妈打电话，说我想嫁到台湾来。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你这孩子也太冲动了吧，恋爱可不是说嫁就嫁的，你们还要多了解对方啊。小文恍然大悟，丽姐，你说的对，我太激动了。但我确实对台湾的印象有了180度的大转变，以前总以为台湾被大陆甩开了几条街，现在才发现，人家在生活品质和公民素质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点点头，这就对了，每个地方都有各自的优点和不足，相互了解，相互学习才是正确的态度。丽姐，我必须告诉你更多关于台北捷运的神奇之处。小文兴奋地说，你知道吗？台北捷运的部分车站简直就是地下艺术宫殿，每个站都有独特的设计风格和艺术装置，有的站还定期举办小型音乐会和艺术展览，把枯燥的通勤变成了一种文化体验。我最喜欢的是淡水信义线上的中正纪念堂站，站内的壁画和装饰充满了中国传统元素，让人仿佛穿越到了古代。还有板南线上的市政府站，现代感十足，蓝色的光影效果让人感觉像是在科幻电影场景中。我笑着说，听起来确实很特别，把地铁站变成艺术空间，这个创意不错。不仅如此，小文继续滔滔不绝，台北捷运的换乘系统设计得非常人性化。在北京，有些换乘站要走很长的通道，
有时候甚至需要10几分钟。但在台北，大部分换乘站都是同台换乘或者跨站台换乘，最多走几步路就能到另一条线路，节省了大量时间。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小文严肃地说，台北捷运的空调温度控制得恰到好处，不像北京地铁，夏天冷得像冰窖，冬天却热得让人窒息。台北捷运4季温度都很舒适，让人感觉特别贴心。听着小文的描述，我也不禁对台北捷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丽姐，你是不知道，台北捷运的服务太周到了。小文继续说，每个站都有详细的周边地图，标注了附近的景点、餐厅、商场等，对游客特别友好。站内的标识系统也非常清晰，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都能轻松找到自己要去的方向。最让我惊讶的是，台北捷运的静音车厢政策，在某些特定车厢里，乘客需要保持安静，不能大声交谈或播放音乐。我第一次进入静音车厢时，被那种安静的氛围震撼到了，感觉就像进入了图书馆一样，让人可以在通勤的路上休息或者阅读，不被噪音打扰。我点点头，这种尊重他人的设计确实很贴心。还有台北捷运的手机信号覆盖，小文说，整个地下网络都有满格的4G 甚至5G 信号，隧道中也不会断线。相比之下，北京地铁虽然也在改善，但隧道中信号时有时无的情况还是存在的。哦，对了，小文突然想起什么，台北捷运的车站洗手间还提供免费的卫生棉。丽姐，你能想象吗？这种对女性的体贴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还有婴儿护理室，设施齐全，为带婴儿出行的父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我感叹道，这些细节关怀确实体现了一个城市的人文关怀水平。阿杰告诉我，小文笑着说，台北捷运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所有人都自觉地靠右站立，给急着赶路的人让出左侧通道，而且即使在高峰期，也几乎看不到人们争先恐后的挤上车的情况，大家都有序的排队等待下一班车。最神奇的是，台北捷运的报站广播居然会根据不同的节日更换不同的风格。春节期间有喜庆的音乐和祝福语，情人节有浪漫的音乐。这种小惊喜让枯燥的通勤增添了不少乐趣。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看来台北捷运确实在细节服务上做得很到位，难怪能获得国际认可。丽姐，其实还有更多惊喜。小文兴奋地说，台北捷运的部分车站设有智能图书馆，乘客可以借书看，等下次坐捷运时再还回去，把等车和坐车的时间变成阅读时光。这个创意太棒了。还有站内的公共艺术，每个站都有不同主题的艺术装置，有的甚至会配合节日更换。阿杰告诉我，捷运公司还会定期举办音乐会，让等车的乘客能够欣赏到高质量的音乐表演。这让我感觉捷运站不仅仅是交通枢纽，更是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我惊讶地说，这确实是把公共交通提升到了文化服务的层次，很有创意。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台北捷运的微笑服务。小文说，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带着真诚的微笑，耐心地回答乘客的问题。有一次，我不小心把悠游卡掉在站台上，一位工作人员帮我找了半个小时，最后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服务态度真的让人感到温暖。对了，丽姐，你知道台北捷运还有哺乳室吗？专门为需要给宝宝喂奶的妈妈们设置的私密空间，设施齐全，环境舒适。这种考虑真的很周到，让带宝宝出行的妈妈们不用担心尴尬或不便。我感叹道，这些人性化的设计确实值得我们学习。还有一点我必须说，小文严肃地说，台北捷运的安全系统非常完善，每个站台都有全高的安全门，防止乘客掉落轨道。车厢内有紧急通话装置，遇到紧急情况可以直接与司机通话。站内还有 AED 用于紧急救援。这种全方位的安全保障让人感到非常安心。阿杰告诉我，台北捷运开通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安全事故，这在全球地铁系统中是很罕见的。安全是公共交通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要求，台北捷运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很出色。我点点头，安全确实是最重要的，这一点值得肯定。丽姐，我还想说台北捷运的微笑小姐服务。小文笑着说，在一些主要站点，
有专门的服务人员站在那里，专门解答乘客的问题。他们都经过专业训练，不仅熟悉捷运系统，还了解周边的观光信息，甚至能用多种语言服务外国游客。我第一天迷路时，就是一位微笑小姐用流利的普通话帮我指路的。最神奇的是，台北捷运站内的商店和便利店价格居然和站外一样，不像北京地铁站内的商店总是会贵一些。这种诚信经营的态度也是让我很惊讶的。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看来台北捷运确实在细节服务上做得很到位，难怪能获得国际认可。小文继续说道，丽姐，我观察到台北人对捷运有着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阿杰告诉我，台北捷运是台北市民共同的骄傲，大家都会自觉维护它的整洁和秩序。如果有人违反规定，比如在车厢内吃东西或制造噪音，周围的乘客会用眼神制止，严重的话会有人主动上前劝阻。这种公民责任感和公共意识真的让我很震撼。在大陆，虽然我们的地铁硬件设施越来越好，但在软件方面，特别是市民的自律性和公共意识上，确实还有提升的空间。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在捷运站看到一位老奶奶摔倒了，周围的乘客立刻围上去帮忙，有人扶起老奶奶，有人帮忙捡东西，有人通知站务人员，整个过程井然有序，没有围观却不帮忙的情况。这种社会温度真的让人感到温暖。我点点头，这确实是社会文明程度的体现。丽姐，说实话，我以前对台湾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媒体的片面报道，总觉得台湾比不上大陆发展的快。小文认真地说，但这次亲身体验后，我才明白，发展不仅仅是看 GDP 和高楼大厦，还要看市民的生活品质和社会的细节管理。台北捷运的成功，恰恰体现了台湾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成熟。阿杰带我参观了他住的社区，那里的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小区环境优美，邻里关系融洽。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台湾人即使知道大陆经济发展很快，也不愿意搬到大陆生活，因为生活不仅仅是物质条件，还包括社会环境、人文关怀和生活方式。我笑着问，所以你真的决定要嫁到台湾去了？小文不好意思地笑了，丽姐，我当时是太激动了，跟我妈通电话时情绪有点失控。不过说实话，这次旅行确实改变了我对台湾的看法，也让我对阿杰有了更多了解。他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很有爱心的男孩，和他在一起我感觉很安心。至于结婚的事，还是要从长计议的，毕竟两地有很多差异，需要双方多沟通、多理解。我打算先和阿杰多相处一段时间，看看我们是否真的合适。我欣慰地点点头，这才是理性的态度。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一定要慎重考虑。丽姐，这次旅行最大的收获就是让我明白了不同地方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生活方式，不能简单的用发达或落后来评价。小文感慨道，大陆在很多方面发展得很快，基础设施建设也很惊人，但在一些细节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确实可以向台湾学习。而台湾虽然经济规模不如大陆，但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和生活品质方面有独特的优势，两岸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听到小文的这番话，我不禁为他的成长感到欣慰。从最初的偏见到现在的理性认识，他的思想确实成熟了不少。丽姐，我已经决定明年再来台湾一次。小文笑着说，这次10天的行程太短了，很多地方还没来得及好好逛。阿杰说要带我去花莲、高雄看看，体验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至于我和阿杰的关系，目前看来很有发展潜力。他下个月会来北京见我的父母，希望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祝福。我笑着说，这样挺好的，慢慢来，不要着急。异地恋确实不容易，但只要两人真心相爱，一切困难都能克服。谢谢丽姐的牵线搭桥。小文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永远不会认识阿杰，也不会有机会亲身体验台湾的生活和文化。这次旅行真的让我受益匪浅，不仅找到了可能的人生伴侣，还开阔了眼界，改变了许多固有观念。不客气，我温柔地说，看到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是我最大的心愿。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故事。
关于一个大陆姑娘如何因为台北捷运而改变对台湾的看法，进而对自己的爱情有了更坚定的信心。有时候，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印象，往往来自媒体的片面报道或者道听途说的信息，而亲身体验才是最真实的了解方式。台北捷运的成功，不仅是交通系统的成功，更是社会管理和市民素质的成功。两岸同胞同文同种，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和情感纽带。希望两岸的交流能越来越多，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欣赏，共同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台湾旅游，一定要体验一下台北捷运，相信你们也会被它的便捷、整洁和人性化设计所打动。好了，今天的相亲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